大国博弈拼的是谋略，中方手握3大优势，锁定中美对决的最后胜局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中方手握3大优势，如何锁定最后胜局。回顾5年前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对华贸易制裁为手段，掀开了中美博弈的大幕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世界许多国家都不看好中国，就连国内一部分人也充满着悲观的情绪，认为这场博弈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。毕竟苏联、日本的前车之鉴我们都历历在目。然而谁也没会想到，中美博弈持续了5年之后，中国的表现却彻彻底底颠覆了全世界的认知。具体来看，中国不仅抗住了美国制裁的巨大压力，而且正在展现出愈发强大的自信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。这一系列表现不仅让西方国家胆寒，更让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，中美博弈俨然已经成为了关键的节点，这象征着新老势力的更替，更展现出大国博弈的谋略以及全球社会价值观的重塑。时至今日，中美博弈其实已经到了胜负即将揭晓的阶段。在这一阶段中，中美双方在谋略上的激烈博弈是愈发的明显。以近期的台海问题为例子，美国企图通过佩洛西竄访台湾，对台军售、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等一系列的手段，对中国发起无底线的挑衅，意图通过这种挑衅行为逼迫中国采取武统台湾的谋略。这种极端的谋略其实已经反映出拜登政府的黔驴技穷。美国已经无计可施，但是中国想要锁定最后的胜局，也需要集中自己的优势力量，发起最后的总攻。在外交领域上，中国对美国有相对的优势。在东南亚地区，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并且双方在南海问题、一带一路政策上都达成了相应的合作与共识，而美国却不得不面临与菲律宾矛盾迟迟未能缓和，与新加坡貌合神离等诸多困境。在拉丁美洲地区，多个拉美国家和领导人拒绝参加美国主办的美洲峰会，美国霸权不复从前，而中国则已经成为除墨西哥以外的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，影响力与日俱增。在中东地区，拜登和沙特关系未能真正缓和，与以色列的关系也没有特朗普时期的亲密。反观中国，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同时对伊拉克进行援建，赢得了中东国家的好评。相似的情况在非洲、中亚地区也都得到了体现。一系列的迹象足以证明，中国在国际上的外交优势比美国强不少。在经济领域上，前几个月的拜登还在不断的叫嚣，扬言美国今年的 GDP 增速将会自1976年以来首次超越中国。但是令人意外的是，尽管不利因素较大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大的韧劲，在第2季度仍然维持着经济增长。反观美国，在第2季度 GDP 同比下降 0.9%， 彻底打碎了拜登当局的美梦。在产业布局上，中国的新能源产业、稀土产业正在占据全球领导的地位，芯片产业也在奋起直追，第3代半导体产业有望换道超车。美国后知后觉的新能源补贴以及芯片法案其实已经为时已晚，而在产业结构上，中美两国高度的互补，强行脱钩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两败俱伤。简而言之，美国经济既压制不住中国经济，又不得不被中国经济所牵制。再说说军事上，在军事领域上，尽管中国目前仍然和美国有着较大的差距，但是中国部分的领域也丝毫不弱于美国。尽管在军事上我们无法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抗衡，但是呢，中国的南海、台海这些地区，解放军完全可以建立
对美军相对优势的。因此，沿海地区军事上的硬碰硬，解放军丝毫都不惧怕。局势发展至今，中国手握的3大优势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相信随着未来中国综合实力的越来越强，这种优势最终将帮助我们锁定中美博弈的最后胜局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